近些年来啊，高分辨率高刷的声音从 PC 电脑端开始崛起啊，到移动端设备的普及，再到如今影视领域，越来越多的家庭对电视有了新需求啊。比如在2016年由李安导演执导的支持 4K 120赫兹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啊，再到《双子杀手》以及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等等，都早早就达到了 4K 120赫兹的高分辨率高刷规格啊。再加上次世代游戏设备的蓝海将至，就更需要一台支持高分辨率高刷的设备啊，而且能够使用好几年的那种啊。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支持 4K 120赫兹啊，主机游戏就更少了，而且价格还比正常的 4K 60赫兹电视啊以及高刷电视贵了不少啊。这呢你可能就不理解什么是真 4K 120赫兹电视的优势了。对于影视发烧友啊，可能知道在高刷电视上看24帧的电影啊，会比在60赫兹电视更加流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24帧的电影相当于影片中的每一秒会扫描24张静止的图片，所以当我们在最高输出60赫兹的电视上看24帧的画面，就会强行把1秒24张图片中的一半重复2次扫描，剩下的一半重复3次扫描，也叫做3:2 pull down 的形式播放。这种做法会导致画面间隔时间不统一，那么此时60赫兹电视的画面就会出现抖动卡顿现象。不过120赫兹电视完美的解决了这一点，因为120是各种主流帧数的整数倍嘛，在原先画面帧数不够的情况下，通过电视芯片预测画面运动轨迹，最终补偿出视频源中本身没有的画面，从而提高视频帧率，达到更加流畅的显示效果。而这种出现在高刷屏幕上的算法也叫做 MEMC 运动补偿我们通常在观看运动赛事节目中这类技术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片源帧率不够的情况下，通过电视芯片强行脑补算法，补充丢失的帧率加到画面中。那反过来说如果电视屏幕达不到高刷的标准，即使有 MEMC 算法，呈现的画面也就只有60赫兹。刚刚提到了 MEMC 的表现强弱是取决于电视芯片的算法。如果芯片算力不行，即使搭载的是120赫兹屏幕，播放120赫兹片源时，也会自动降帧到60赫兹。不过这些在算法上的努力也都是在弥补如今偏远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游戏画面的帧率通常都不是固定的，遇到画面细节复杂、人物与景物众多的情况下，画面往往会出现掉帧问题。当屏幕上正在显示的那一帧画面还没完全消失的时候，新一帧的画面就被输出到了显示设备上。这时我们会看到2帧不同的画面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画面撕裂便发生了根本原因是输入电视的画面内容刷新率和电视显示画面内容刷新率不一致所以玩游戏时我们需要实现主机游戏的帧率与显示设备的帧率同步变化，而不是固定一定的帧率效果靠的呢就是 VRR 可变刷新率这项技术。而当你的显示器帧率越高， VRR 可提供的可变刷新率也就越高，因此具有120赫兹刷新率的电视意味着可以支持更高范围的频率。简单来说，就是支持 VRR 技术的 4K 120可以在连接主机的时候玩到更加流畅的游戏。而在显示器和电脑显卡中VRR 已经普及很多年了G-Sync、FreeSync 等都是 VRR 可变刷新率技术。所以对于游戏用户来说支持 HDMI 2.1 是基础，要想玩得很流畅 VRR 才是关键。不过 VRR 的要求特别高，首先得是 HDMI 2.1 接口和显示屏得支持 VRR。 目前支持 VRR 游戏信号输出的次世代主机呢只有 Xbox Series XS， 所以老头环刚发布的时候，由于 From Software 的组团优化大家都说优化一般，无论你是3080还是 PS5 Xbox Series X 都普遍存在掉帧状况。不过 PS5 官方公告会在几个月后搭载 VRR 可变刷新率技术，而且以后支持 VRR 的游戏会越来越多。像电视呢 4K 120赫兹支持 VRR以及支持 HDMI 2.1 都满足才能有较好体验。那我只买支持 MEMC 运动补偿、支持 VRR 以及接口是 HDMI 2.1 的电视，就是真 4K 120赫兹的电视吗？那也不一定。上面所提到的3个标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理论上 4K 120赫兹电视还需要具备 4K 120解码芯片，能够输入解码输出 4K 120画面。而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往往都会在这里面做手脚。我们都知道 1080p 视频代表水平像素乘垂直像素为1920乘1080，也就是一行有1920个像素点，一共有1080行。那视频每一帧画面的呈现都需要从一行一行的投射出来，那么 1080p 每一帧就需要扫描1080行，当中的 p 也叫逐行扫描，与之对应的是 1080i， 像素点面积也是1920乘1080，但在画面呈现上就有点偷懒，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在低帧的时候
只扫描奇数行，然后在下一帧扫描偶数行补全。不同于逐行扫描啊，每一行都同时表现在画面上，隔行扫描视频闪烁比较明显，会造成锯齿现象，这也是为什么 1080P 会比 1080i 清晰的原因。而假 4K 120赫兹刷新率就是把逐行扫描和隔行扫描缝合起来了。为了显示120赫兹的画面，在电视面板分辨率为 3840×2160 4K 刷新率只有60赫兹的情况下，打开 DLG 选项，也就是直接每帧画面扫描两行像素，两行像素完全相同，因此每帧画面只需要扫描1080行，所以说扫描一帧花费的时间只有原来的一半，也就达到了1秒钟扫描120帧的画面。那代价就是垂直像素缺少了1倍啊。这块说的有点绕简单讲就是虽然还是2160行，但是只扫描了其中的一半，所以假 4K 屏幕分辨率通常为3840×1080会缩水一半的清晰度。所以开启 DLG 功能后4K 60赫兹的电视确实达到120赫兹的效果，画面会更加流畅，成本也比真 4K 120赫兹电视低，但代价就是降低垂直像素一半的清晰度。而搭载 DLG 技术的电视往往都会有一键开启倍频技术的话语来进行描述。你想想，哪有本身就是120赫兹屏幕的，是需要手动开启高刷的呢？除了在刷新率上做文章，在传输规格上也存在问题。在电脑领域，我们常听的接口有DVI、VGA、DP 以及 HDMI 4种规格其中传统的数字接口 DVI 和 VGA仅可实现模拟图像信号的传输，音频信号输入则需要拉条额外的线路。因为这些都是10几年前的技术所以支持的分辨率在现在看来还是落后不少的。DP 则是在高刷显示器上常见的接口， HDMI 都可以同时传输视频与音频，不过 DP 是电脑厂商设计的传输接口用来对抗电视厂商控制的 HDMI 的垄断地位。 HDMI 拥有更长的传输距离和更好的设备兼容性，而 DP 对于短距离传输设备来说，使用带宽更高，制作成本更低。而HDMI 2.0 以及非满血的 HDMI 版本最大带宽仅在 18gbps 和 48gbps 之间，最大支持 4K 60帧的图像传输，不支持传输 4K 120赫兹的画面。而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虽然面板屏幕有 4K 120赫兹的素质，却只给一对 HDMI 2.0 的接口，输入的画面只有60赫兹，再用 DLG 技术强行拉到120赫兹，看起来是比普通的 4K 60帧画面流畅，但损失的是画面一半的清晰度。更夸张的是240赫兹高刷游戏电视上通过倍频刷新技术，业内也叫 HSR， 让帧率翻倍。在面板只有120赫兹刷新率的情况下，要想达到240赫兹，就需要将2160行中的奇数行完整显示，偶数行显示相邻奇数行的各一半的像素点，整体画面播放是达到了240帧。而这类技术和 DLG 不一样， DLG 是完全牺牲了第二行的像素，强行降低一半的垂直分辨率，提升帧率。 HSR 算是升级版的 DLG， 主要体现在边缘锯齿的改良也就是运动画面模糊减轻了，但是牺牲了部分画质。同理，运用这个特点HSR 甚至还可以强行把30帧的画面倍频到120帧，通过偶数行叠加更多层，合并成一行进行扫描，这样就牺牲 50% 甚至更高的分辨率。那我们在部分240赫兹的客服及产品海报上都没有发现开启 HSR 功能。要降低画面清晰度这个缺点甚至都不会说自己的倍频刷新技术是基于 HSR 开发的只会说自己通过某某 Turbo 图像超频技术刷新率倍增等等达到240赫兹包括在刷新率后面加上竞速屏这个自创的概念这种文章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挺难理解的。那 4K 120解码芯片是什么意思呢？解码芯片是电视机展示真 4K 120赫兹画面的大脑如果芯片运算能力不够，就会出现播放120赫兹偏远会自动降帧到60赫兹的情况。而目前市面上的主流 4K 解码芯片种类特别繁多，一般人根本不懂这些参数。总之，那些不肯说自己解码方案的，尽量不要选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2年前经常看到的电视广告，几乎都在宣传自己的分辨率达到了 2K、4K 甚至 8K、10K 的。这2年又变成了宣传屏幕刷新率，但分辨率到顶了吗？4K 分辨率在大多数情况下特指好莱坞推出的数字电影 DCI 4K 标准，代表水平像素乘垂直像素为4096×2160的。国内大多电影院放映机流行的是 DCI 2K 标准，相当于4K 影院画质的1/4。那这些电影院播放的 2K 电影文件的大小却是几百个 GB 起步的。根据使用范围的不同4K 又可以分为 Full Aperture 的 4K 4096×3112。Academy 4K 的3656×2664以及 UHD TV 标准的3840×2160等等。这里的 UHD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电视上的 4K 超清分辨率。我们再讲一下视频领域的 4K
在视频领域存在标清、高清以及超清3个概念，分别代表3个不同的分辨率。而在高清中又存在 HD 以及 BD， 或称蓝光2种常见的视频格式。一个代表分辨率大于 720P 的所有影视资源被称为高清，一个则专指分辨率为 1080P 的视频资源，叫做蓝光。在亮度、色彩清晰度会比 HD 资源好一些，但真蓝光电影占用体积也不小。我们在线看的 BD 资源通常都是被压缩或者被重新编码过的。片源压缩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画面清晰度降低、暗部细节消失、出现大量噪点、马赛克等。真蓝光的电影120分钟得40G 上下大小，而真 4K 电影更是需要80G 左右所以我估计将来不同显示器对于分辨率和刷新率的定义会越来越多。最后，当我们选择一款电视的时候，要注意的标准其实远远不止本期视频谈及的分辨率、刷新率标准。屏幕面板的素质标准也是选择电视机的重要指标。机身的用料、做工标准往往最能体现高端与否。电视的音频表现标准也是很重要的体验。电视的色彩还原实际表现也能考验一个品牌的技术积累。所以各位同学在未来选择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多多了解这些数据，也祝大家能够拥有最适合自己的4K 120。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